所以，当年是你误会了华庸。一个能以性命保护姐姐的人，又怎么会为了什么荣华地位出卖自己的母亲呢？那既然你忠于范月，愧于华庸，为何不干脆答应一人王，拿我去换？因为不想。不想？天火妖君对我怕是没有这么深的情谊吧？皓月殿的人不会向花灵屈服。一城的困局，我不信只有一种解法。你也不会信的，不是吗？真没想到啊，要到这种时候，我才能得你一句肯定。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如果真像花灵所说，他是为了救花庸，那他最先该做的，应该是从你身上拿回灵骨才对，可他却没有这么做，不奇怪吗？他没有跟我说更多。现在的一城，已经不是当年的一城，太多的秘密藏于暗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花灵如果只是想要无念石，完全可以直接把我抓走，何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取第二枚星火时，若不是范月牺牲自己的灵力破除了荣仙愿境，我可能永远困在里面，他就拿不到无念石了。除非在他的计划里，有一环是必须让我们破除荣仙怨念。没错，花灵身上一定还藏着其他秘密。血质、祭坛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云儿，你都听到了。哎，别怕，我是在救你。救我？以血祭阵是邪法，我怎么了？需要你这样救我？等到明晚，事情全部结束以后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从几年前我就发现了，我脑中断断续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夜间画面。你说那些都是梦，但其实不是，对不对？7年前我替姐姐挡了一王剑剑气，却没有反噬的症状。你说是因为给我服了灵药，其实也不是，对不对？一城的怪物出现了7年，却始终也抓不到。而这7年里，我始终记不得夜晚发生的事，是因为这怪物就是我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？你只要知道，父王一定会救你。但以血续命是邪法，若被仙妖发现，一城是会亡的。那就先亡了仙妖。仙妖不存在的话，谁能毁我一城？你想干什么？古有大阵，仙妖为界，能造神。造神？这群仙妖以为破了荣仙怨念就可以高枕无忧，真是一群无知之徒。这次我还真是要多谢范月和白硕了，要不是他们破了荣仙怨念，我还开不了此处的上古结界。结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瞧见？这结界阵眼被封在荣仙墓下，师尊赐我的起阵杵刚好能助我开启阵眼。这结界一开，整个一城就会被罩住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也出不去。那这群仙妖在一城里，岂不就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？那崇昭呢？少君不管他了。活路我已经给过他了，他自己要选死路，那便怪不了我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总觉得不安。看你这么晚，房间还亮着灯，给你准备了安神汤。有劳师妹了。掌门那边还没有回信吗？
是不是最近兰陵公务太忙了？就算再忙，一成出了邪修如此大事，师傅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我再写一封，亲自送一趟。千年来，一人困居孤城，苟延残喘。你是一城的继承者，只有你成神，才有力量战胜仙妖，带领一人站起来，堂堂正正的走出去。用别人的命来助我成神，这就是你选择的方式。一城的存在依托着一王剑，但我已经老了，再也拔不出一王剑，无法再为他注入生机了。一城若毁，一人又能去哪里？但是这次有冷泉公主相助，告知造神之法，我只能孤注一掷。冷泉公主，她是妖王，如果能造神，她为什么要告诉你，而不自己成神？我知道她必有图谋，但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你和一城都没有时间了，仙妖两族不容邪物的存在。7年前你出现异变，我为了保你，停止梧桐午宴，隐藏一城。7年过去，你的异变越来越严重，已经危及性命。我重开午宴，造你为神，不仅是为了一城百姓，也是为了救你。这是唯一的生机。这是邪路，天道得失有其法则，强行逆天终会降下更大的灾祸。但不这样做，眼前就是死路，你的死路，一人的死路。仙妖并不都是坏的，凭他们是仙妖就该死。那姐姐呢？她誓死效忠皓月店主，你想看她出事吗？月儿，再等一日，1日之后，满城仙妖为祭，你就可以彻底恢复，一城也能彻底解脱了。仙君神色匆匆，是要去哪儿啊？妖孽，又是你！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一城危险，可你偏不听。现在你就是想走，也走不了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要告诉你，现在的一城已经是一个死局。不过，我倒是真有点舍不得你死呢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愿意弃仙投妖，入我冷泉，你这条命，我也不是不可以替你保住。你妄想！你跟踪我？若不是白硕说你深夜离开客栈，托我护你，谁有那个闲工夫？你还真是次次都栽在这个妖女手里。你既然同皓月殿合作，你说不愿入妖，原来只是不愿入我冷泉，不愿来到我身边。是不是因为白硕在皓月殿，所以你就愿意同他们联手？我崇昭生来为仙，终身为仙，我不可能与妖族联手。明晚就是焚鸾晚宴，冷泉攻入一城必有所图，今夜必须要问清楚。还用你说？自然要审，但人是我皓月殿抓的，审问的事就不劳你仙族了。你是自己说，还是我动手？我是该叫你天火妖君呢，还是一人王女？少废话！你们冷泉宫在一城有什么阴谋？是否跟一人王有勾结？就问你父王啊！哦，对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现在的范月已经不是原来的皓月殿主，你们何苦陪他一起死在这里？这说起来，天火妖君实力超群，何不考虑入我冷泉？入你冷泉？你们冷泉宫个个冷情冷血，永远都不会懂皓月殿之意。我说过，再见到你，我会杀了你！还不能杀！冷泉宫的计划还没审问出，不管他们有什么阴谋，我都会自己查清楚。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。当日在宁安城，你也是这样横冲直撞，以为自己可以救你爹，结果呢，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你面前。住口！
你爹死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你痛不欲生的样子，还真是让我感到愉快。我让你住口！其实，你真该谢谢我大发慈悲，让你和你爹见了最后一面，他也该死得瞑目了。你不知道天火妖君睡了没？若送上这份大礼，能收拢他教我功法就好。你谁？你敢劫持活宗少主？闭嘴！再说话，让你变死狐狸！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死之前拉个垫背的也极好。你可知他是靖幽山主的侄子？你就不怕长妹带着狐族踏平你冷泉？就是，你可知道我若是怕事，就活不到今天。你们还是想想自己有没有命出一城吧。白姑娘，说我。后会有期。这个疯女人！你突然跑过来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害我错失了怎样的机会？白姑娘，爹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那两个人是谁啊？白姑娘为何如此生气啊？爹我。刚才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刚才就应该一刀杀了他，那样他就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。阿硕，你杀过人吗？嘴上说杀人和真的动手杀人是两回事。更何况，你知道要从他嘴里套出冷泉宫的阴谋，所以你不会在那个关口杀他的。好了，别怪自己了。你不是冷血无情的器物，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当你把爱刻在我心间，当我的心只为你湮灭，当天地沦陷，我还能借残月和你相恋。当我的痛模糊了双眼，万千星辰只看你一眼。谢谢你。当你化作流星陨落，我好了。我心间。真的好了吗？一城这一战，我们不能输。我们不会输的。冷泉宫果然和异人有勾结。天火，刚才那个黑人你看出来是谁了吗？他灵力不比我差，我一开始怀疑是花灵，但又不像他的体术路数。有没有可能是吴兆？吴兆虽然是翼王副将，但他灵力没那么强。那是7年前的他们。如果在这7年中，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这场焚兰晚宴注定是一场鸿门宴，但不管怎么样，5念时的御剑幻面必须要达成，3枚星火也必须要拿到，也就意味着这场鸿门宴非赴不可。阿叔说的对，非赴不可。这么晚了，单独唤我出来，什么事？客栈里人多嘴杂，我叫你出来是想问今夜从茯苓嘴里有没有审出什么。还没来得及问，
福林就被人救走了。谁能从皓月殿手中救走他？救他的人能使用灵力，是异人。今夜我在城中查了一圈，虽然未发现除了福林之外其他的冷泉宫人，但既然异人敢明目张胆地救他，就说明异族中一定有位高者与冷泉宫勾结。明晚的晚宴绝不简单，我现在就送你离开。不行，阿树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？我说过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，我不再是宁安城里的白硕了？哥哥姐姐，你们别吵架了，我把面团给你们玩。我儿乖，哥哥姐姐不吵了。你把这个给你阿硕姐姐，她小时候也喜欢玩这个。阿昭，我夜深了，先回去吧。我与冷泉宫的关系不能施于人前，只能有劳福陵妖君自己商量了。多谢将军。明天就是焚兰晚宴了，在此之前，王上不想再出差池，还请福陵妖君先在敝舍好好养伤。这是异人王的意思，还是将军的意思？有区别吗？是没什么区别。那花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将军才是我师尊真正的盟友，而他只不过是个幌子，一个为将军挡猜疑、挡刀剑的幌子。那日还要多谢将军告知议程所在，好让师尊提前布局。也要多谢公主赐药，助我提升灵力。将军过谦了，论战力、论战功、论气魄远见，花灵都远不及将军。他天生孱弱，梅家却宁肯牺牲家主，也要拥他上位，只因他是王室血脉。换作是我也不服。将军隐忍多年，我都知晓，只等明日晚宴，我们一同坐收成果。啊！不去晚宴。太叔，你在这放什么厥词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说什么晚宴有危险，无非就是想骗我们都放弃，然后你自己去独得这第3枚星火，是吧？我们可是各派代表，虽然在城中被禁用法力，但这城外的宗门就是我们的倚仗，谁敢对我们怎么样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们，去不去送死也都由你们。站住！怎么说话呢？议程的局势，明眼人应该看得清楚。从一人种开始，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试了。若不是我和皓月殿主破除荣仙愿境，你们现在还有机会站在这儿吗？稍有差池，我们所有人都将葬身一城。这3枚星火，皓月殿势在必得。既没有抢到的机会，你们又何必去冒险？你瞧不起谁呀？对呀，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，只是在劝你们看清现实。仙妖生死本与我无关，我之所以站在这儿费力气跟你们说这些，
是因为觉得你们当中还有些忠义之人，但也言尽于此。后面的路，你们爱怎么走就怎么走。那些仙妖真的会信我们吗？怕死的会信，不怕死的说什么都没用。胡念时遇见的3个画面，前2个都已经应验，现在就只剩这一个，就是我手持3枚星火和花庸同时待在这儿。这是哪儿啊？翼王宫的地宫，也就是翼王剑的所在之处。赴宴之时，我想办法进去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不行，